人们都害怕未知的事物，所以很多人呢想要预知未来。最近呢，火爆的印度神童阿南德呀，他又对2023年的下半年呢做出了6大预言。而阿南德就预言呢，接下来在各个国家呢，2023年还会发生更严重的灾难。那么这6大预言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啊，神童预言。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节目从今天开始会开启免费的抽奖活动，详情请看节目最后介绍哦。阿南德就表示呢，人类将会再次经历一次大地震的洗礼，因为东西方的对抗呢持续不断，地缘的紧张呢也会引起大事件的发生，而人类的经济呢将会有所改善，在人工智能方面呢以及医疗方面将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同时，人类也将会进入一个全新思考的时代，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他对2023年的下半年到2024年的4月之间做出了一个最新的预测。他还查阅了古代的经典著作，使用了一些历史的数据进行了基本的分析，并对这些内容呢进行了简要的概述。下面呢就是阿南德的6大预言。第一个预言呢是自然灾害。阿南德就表示在2023年呢将会是最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呢是太阳系内的日月距离最接近的一年，它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呢大约只有12度角。早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呢，就有不少的预言家表示说2023年呢将会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危机的年份。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呢，天灾人祸非常多，特别是在夏季，本来就是一年中自然灾害较多的季节。现在全世界呢都在遭受着大雨、洪水、闪电、高温等各种天气的侵袭嘛，这让很多人呢都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在天灾的面前呢，人们都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微不足道，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一颗清醒的心要提高警惕，注意那些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安全的环境嘛。阿南德就说一些重大的事件呢，将会在2023年的7月至8月之间完成。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天气会变得更加糟糕，这将会对人类的生活呢产生巨大的影响。从2023年开始，一直到2024年4月的时候呢，发生大地震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我们很有可能会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呢再经历一次重大的地震，它很有可能呢是发生在亚洲的最东部，那这就算一个坏消息了。而阿南德还表示呢，火星的影响呢依然非常大。根据调查呢，从2023年的5月底起呢，火星将会进入拉格纳第8宫。当第5宫呢是由太阳、月亮、水星和木星聚集的时候呢，与此同时土星也又在第4宫的时候呢，这一切都会引起重大的事件。阿南德就推测呢，在2023年至2024年4月之间呢，全球的经济将会出现好消息，在很多国家或者是某些地区呢会起一些冲突，不仅仅是阿南德所在的这个国家，甚至是他周边的国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地球的温度呢也会越来越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当海水漫过土地的时候人类就会向内地迁徙，从而导致呢居住空间的缩减必然会引起一场惨烈的冲突。而第二个预言呢是远古细菌。阿南德就说疫情在2023年呢会有所好转，但不会太好，也许会有一场动物瘟疫。但很凑巧的是呢，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的8个国家呢，共有68起非洲猪瘟的病例了，其中以野猪为主嘛。另外呢，阿南德还预言到2023年全球计算机呢将会出现大规模的系统瘫痪，并呼吁人们不要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呢泄露到互联网上，请大家呢小心保存在云端中的信息。而阿南德也说到了丧尸病毒，他说目前的疫情比较严重呢，因为之前有很多人感染呢，很多人的大脑会受损，而造成一些思想混乱、神志不清。阿南德也曾经说过，疫情将会在2023年呢进入最后一个重要的过渡期，这是由于卡拉萨帕瑜伽星所造成的不稳定性嘛。如果人类能够把握住这个时机呢，瘟疫呢就可能被控制或者是消除了。自从3年之前的口罩事件之后呢，全世界的人都对这个病毒细菌呢充满了恐惧。原本还以为新冠病毒对人类的影响会逐渐的减弱嘛，但是现在看来呢，又有一些远古的病毒又要苏醒了。这都是因为不断增加的全球暖化将直接激活呢远东也有上万年历史的远古细菌。这种细菌呢存在于人类之前，而且以我们目前的医学的技术还没有任何的药物呢可以对抗这种细菌。全球暖化呢可能会引起冻结的土地和冰川的快速消融，这就会让隐藏在那里面的超级细菌泄露出来，而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险。
巧合的是啊，俄罗斯的一位科学家呢，在去年的8月在位于北极圈新地岛上一处永久冻结的土壤中，就检测到了一种被称为超级细菌的生物。这些人就把它们放在实验室的培养皿中啊，只用了3个小时呢，就让它们重新焕发了生机。而这种病毒呢，会在被传染的人的身上呢，留下一道又一道的伤痕。经过实验呢，科学家们就发现啊，即使是最强烈的抗生素呢，也不能够杀死这种病毒。而俄罗斯科学院那边呢，在发现了这种超级病毒之后呢，立刻就开始了风险控制。而新地岛的南部呢，已经被划定为隔离区了，不允许人们踏足这片已经开始消融的土地。第3个预言呢，是粮食危机。阿南德就预测呢，在2023年会有一场粮食危机。粮食危机的发生是由于自然灾害和更多的国家卷入了冲突而造成的。一旦发生冲突呢，很多的建筑物都会被摧毁，农民呢也会失业，所以粮食的产量就会下降嘛。所以他就预测呢，在2023年美国将会出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而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预测还得到了科学的支持。根据研究机构的统计呢，2023年受到粮食危机影响的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达到12亿人。还有全球暖化的问题嘛，这将会导致气候更加的干旱，许多适宜种植的农作物的土地呢，将无法耕种农作物了。到了那个时候呢，食物的价格就会和现在的石油一样，因此呢，可能还会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食物呢，就是这个大战的一个影子。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阿南德就说当时的世界就是一个是天灾，又是核武，人类在不断的改变着整个世界。也许有一天呢，这个世界就会到达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现在呢，只是这场灾难的一个开端而已。这也是为什么呢，阿南德要提醒所有人如果他们不想被这场灾难所波及的话，那么就需要做一些事情。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信仰嘛，都有一种想要消除业障的那种念头，所以就需要修炼一颗清净的心。因为业障的本源呢，就是源自于自己的烦恼，而人类的心性呢，一般都是利己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佛经中所说过的造恶业嘛。因此呢，如果我们把这些烦恼和习惯呢都克服掉了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呢都会变得越来越干净，那我们就会渐渐的把业力给消除掉了。而第4个预言呢，是能源短缺危机。人类如今的发展呢，离不开地球上的相关资源嘛，没有了天然气、石油、原油的话，人类的发明就没有了能源。但阿南德呢，却预测到了2023年由于人类对石油、天然气以及原油的过度开发呢，将会出现能源危机。从根本上来说呢，这些矿物能量呢，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形成的嘛，而人类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们都开采了出来。那到了后期呢，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到了那个时候，这些资源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为了取代传统的电力呢，人类将会选择使用新的可再生的能源。也许这个预言呢，早就已经成真了。毕竟我们国家如今已经在大力的推广新能源汽车了。再看一下如今的小鹏 G6 理想 L 系列的最新的车型呢，它们都在节能、舒适、长距离、智能驾驶方面呢，已经都不逊色于国际上的任何一个品牌了。而我最近在试驾过它们之后真的是非常的吃惊。可以预见呢，在未来的5年之内新能源汽车将会取代传统的汽车。因为如果充电一次20分钟只需要几十块钱就能够跑700到1000公里，你还会开油车吗？而新能源汽车使用的恰恰就是清洁能源有些呢，例如是氢能呢，在使用过后还会转化成水的一个形态，根本就不会污染环境嘛。第5个预言呢，是经济危机阿南德就表示呢，在美东岸华盛顿与纽约呢这2处对应着天宫的双子星座呢，会被火星所占据。那么美就会介入这一时期的地缘格局。举例来说呢，就是他看见了美会对这个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干涉。因为这颗行星的强大影响力呢，我们就会看见地球上正在迅速频繁地发生着各种事件，而且还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很有可能呢，北美洲将会被火星的怒火所波及，所以过热的天气呢，往往会导致火灾的发生。从世界范围来看呢，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经济和工业呢，都会受到影响，也有可能会逐步走上一条有别于现在更具可持续性、更具绿色的经济发展之路。而在这一时期呢，由于这一变革发展中的这些国家呢，将会从中得利，并且会得到快速的发展。从今开始20年以后呢，他说无论经济还是对于人来说呢，非洲将会获得极大的一个发展。当然呢，要做到这一点呢，还得经历很多的艰难和血腥嘛。非洲当前的危机呢，还会向南部蔓延，从而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区域例如日本呢，他说也与火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日本很有可能因火星而修改宪法，因为火星而增加军力。
然后呢，再将目光投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呢，尤其是东南亚，例如澳大利亚呢，由于可能会遭受天灾，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确定是哪一些区域会遭受天灾。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大约在2024年的4月以前呢，这将是一次大的事件，毫无疑问。而在2024年的5月末呢，木星与拉胡会有一次很大的交集，他们将开创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思想的纪元。他们从根本上就重新设置了现在的经济需求，并且有了新的举措，因此我们就会期待着未来数月或数年内能够看到这样的进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预期呢，医疗方面会出现一些丑闻或者是重大的突破。毫无疑问呢，在地球上人工智能的使用将会成倍的增加，这要归功于水星与木星的联合，不管是好是坏呢，都将会稍后出现。但阿南德表示呢，这多亏了木星与拉胡的结合呢，我们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出现一些人工智能消极应用的案例。所以他说在此就希望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人工智能会怎么样进入我们的生活，然后它的未来会怎样发展。总体而言呢，火星就是一颗重要的行星，它会对这一年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产生影响，而不仅仅是结束和终结，还有很多正面的东西也会发生。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说目前所处的这个时代呢，是每400年才会发生一次的时代。这个时代呢，会存在20年的时间，因为它很特别呢，许多需要数年的事情呢，会在几个月内发生，许多需要数个月的事情呢，会在几天内发生，通常需要数天的事情呢，会在几个小时内发生。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生活所具有的特征。第6个预言呢，是人口问题阿南德在视频中提到了，就是未来呢会看到生育和人口增长有关的重大变化。目前全球人口正以1950年以来呢最低的速度在增长，到2020年就已经降到了不到1%了。而报告称呢，近几十年来呢，许多的国家的生育率都呈显著的下降状态。如今全球2/3的人口的终身的生育率是低于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大致就相当于已经低于了死亡率人口了，属于长期的零增长。在全球61个国家或地区呢，由于生育率的持续偏低呢，在这些情况下移民率上升，所以预计人口在未来30年内将会减少1%。而阿南德之前还劝诫众生呢，世界是一个整体，所有的人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抵御灾难嘛，因为只有这样呢，人类面临的浩劫才有可能化解。而阿南德就强调呢，很多大灾难呢，实际上都是人类的共业，在共业的灾难中呢，也可能存在着其他的灾难。打个比方，就是同样是大灾难，有的人就出了事故了，而有的人却活了下来，这就是因为他们做的好事与坏事的程度不同，人与人之间是有区别的。因此呢，想要在这场浩劫中活下去就必须表现出更多的善良，更多的行善积德，最后得利的还是你自己。因为世间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运转，无时无刻呢都在变化着，在这个周期中呢，因果报应呢就造就了循环过程中的善与美。而这个轮回中呢，人类是如此的渺小。一个人如果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事事顺遂的话呢，他就必须呢多行善，这样才能够洗涤他的心灵，消除他的业力。而最后呢，阿南德的预言可能都是根据历史的大数据的一种推测，也有可能是为了博人眼球呢，所以大家理性观看。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看过的朋友给个鼓励，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我们会从每期的节目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粉丝观众，免费的奖品呢就是小雨之前在节目中讲过的书籍，以及小唐抱过的娃娃哦。所以一定别忘了精彩的留言哦，没准下个幸运的粉丝就是你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